钞票，现代财富的象征，还有什么能比被印在上面更光荣的呢？美金、英镑、印度卢比，都是好厉害的伟人呐！这个国家的钞票，印度人、白人，还有哈嘎宁，这到底是哪个神秘国度呢？阳光、沙滩、大海，这里是非洲，旁边的马达加斯加，旁边的摩里西斯，也是渡渡鸟先生的故乡。爱丽丝梦游仙境，一个连大文豪马克吐温都忍不住赞叹：先有摩里西斯，才有天堂的热带小岛。这梦幻的氛围让人如痴如好熟悉的味道，炒台面、肉眼是哈嘎米啊！难道千丝万缕的移民史也把客家人带到非洲了？从16世纪末开始，摩里西斯辗转被荷兰、法国和英国统治，在岛上种甘蔗、做蔗糖、发太财。除了压榨黑奴，一批一批的华人也远渡重洋来到岛上工作。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渐渐形成了稳定的社区，还把关公都带来了呢。1833年，英国通过废奴法案，殖民地摩里西斯的黑人也解放了。但是甘蔗还是要种。而下一任高 CP 值劳工是，也是被英国殖民的印度人。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涌入摩里西斯，在劳动市场上大红大紫。可是华人没有说，靠着商业头脑，华人开始在零售市场上异军突起。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有华人的便利商店，走一股你死翻台些事情。你说甘蔗还没采收，口袋没钱？佛心的车上服务，让甘蔗工人还没领薪水也有饭吃，简直就是天大的福音啊！连总督都把赊账看作是岛上的社会保障呢。商店也可以跟批发商赊账，开一条边都喊他狗耶！华人的商业版图也就越做越大，奠定了在岛上的影响力。1860年代后，广东梅州的客家人因为方便的国际船运和宽松的移民政策，不用留在地少人多的家乡集结，有些人循着机会千里迢迢来到摩里西斯，才渐渐让岛上的华人变成以哈嘎宁为主的社会。1931年，一位20岁的哈嘎休桑在摩里西斯的中央市场旁开了一间名叫 ABC 的便利商店，从此开启了传奇的一生。他就是祖莫林，31岁时就已经成为华人商会的会长，并在这个推动成立摩里西斯的加工出口区，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经济。因为这些杰出的贡献，祖美林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，而曾经的 ABC 便利商店早已成为跨足食品、货运、金融和汽车产业的大集团。当我们来到摩里西斯，除了享受天堂美景，还可以欣赏移民历史留下的丰富文化。躺真来哦！这里的客家话不只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讲法，也是欧来只给吃猪肉，更融合了法语和英语的影响，不会说一般是慢，而是十分有趣的以塞钱把钱来计数，甚至衬衫是 miss 还是源自法语 simis 的发音呢。就像摩里西斯的哈嘎发，还有与欧洲人、印度人一起被纪念在钞票上的哈嘎泰尼文、朱梅林爵士，这些历史线索都记录着哈嘎宁从原乡出发，融入异国文化的过程。在台湾，你是否也曾发现一些遗留在我们生活周遭的文化足迹呢？客栈，哈哈嘎，安利张来了。